2024年统计调查，台湾的生育率排名全球倒数第一。2024年每一位台湾妇女的生育率，台湾呢是1.11人。台湾的生育率之低呢，可以说是超日赶韩，不但是亚洲吊车尾，在全球也是敬陪末座。越来越多年轻人出现不婚不生的趋势。你要对另外一个生命负责啊！你自己都养不起了，为什么还要养小孩？如果养成8+9怎么办？我们那个年代啊，都生了7、8个、5、6个啊。其实不生小孩的思潮自古以来就有。今天要来面对的这本书《不要出生是不是比较好》，就要来谈谈这几年很流行的反出生主义哲学。这本书的作者森冈正博是早稻田大学的哲学家。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会介绍反对出生跟肯定出生的哲学。首先，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反出生主义。这是指比较一个人出生在世跟没有出生，认为没有出生比较好。出生在伦理道德上是错误的。我们一般以为古人平常没事干就喜欢生小孩，古代都是秉持多子多孙的想法。但其实早在古希腊就有反对出生的思潮出现。在伊底帕斯神话中，伊底帕斯一出生，父亲就得到神谕说这个儿子会弑父娶母，因此父亲命令奴仆把伊底帕斯杀死，但奴仆保住了他的性命，把他送到别国当养子。等伊底帕斯长大后，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父亲杀了，最后又回国娶了母亲。伊底帕斯得知预言成真后，刺瞎自己的眼睛，感叹自己为什么被生下来。这时他背后的歌队唱出了他的心境，这世上最好的事莫过于不要出生，而那些已经被生下来到世界上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赶快去死。这种最好不要出生的思想在古希腊时代其实流传广泛。日本的圣经学者关根正雄认为，这甚至传到了中东地区，影响了旧约圣经的传道书。传道书里提到，我赞叹那些早已死的人胜过还活着的人，而那些未曾出生的人又比这两者更强。因为不曾来到世上的人不用体验人生的无意义，不用浪费时间走这一遭，所以传道书说，胎死腹中的婴儿比活得长命百岁的人更能享受安息。那如果不是死胎，而是成功被生下来的人们怎么办呢？这些人如果要摆脱人生的无意义，就必须信神。所以犹太教的出现其实可以看作是在回应当时盛行的反出生思潮。因为反对出生的思想太流行了，活着的人都感觉很厌世，犹太教的出现就提供人们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让人感觉活着有神圣的意义。反出生思潮一直持续影响到西元2世纪，在中东地区兴起了一支叫做诺斯底主义的教派，认为人是被误导才堕落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人间，所以出生就是一场错误，人死后反而会回归良善的世界。而在东方，跟古希腊哲学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反出生思想。西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奥义书里记载，知晓轮回的人死后有机会进到梵天世界，可以超脱轮回，不再出生。但不信轮回的人死后会被自然界新陈代谢，变成五谷杂粮。这些谷粮如果被男人吃下，就会化成精液，受精后人就会投胎到世界上。这种轮回思想又影响了佛陀，发展出了佛教的反出生主义，认为人生充满痛苦，死后又会投胎到世界上，再次经历痛苦，永远无法摆脱。人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超脱轮回，不要再来人间。这就要透过日常修行来消除痛苦。首先要观察产生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佛教认为痛苦源自于欲望无法实现，不管人生过得多好，最后都会衰老死亡。因为人的肉体会腐败，身体就像是个臭皮囊，生老病死就是人类痛苦经验的原型。痛苦的另一个根源是一切事物都瞬息万变，好事必定会消逝，但人却会执着于过往的美好。例如你觉得爱人变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但事实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你要马上关起来，假的。佛教甚至进一步倡导不要去爱上任何对象，
因为当你有爱人时，你见不到爱人就会痛苦，而且爱得越深，离别时就越痛苦。有小孩的人在这世上就会有所牵挂，所以法句经里提到无爱无恨，反而无束缚。但怎么可能做到不去爱人呢？出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放弃家庭，否定生育，是消除我执、消除欲望的过程，这是达到涅槃的必经之路。佛教虽然主张对生命不要执着，但并不赞成自杀，因为自杀依然是对死亡的执着，而且是主动杀生的行为，违反教义。佛教主张的是平静的修行，等待死亡来临，是一种佛系状态，而且这并不是忧郁或是逃避现实，反而是一种深层的喜悦。例如《大般涅槃经》里就记载了佛陀80岁时死前的景象。佛陀说自己所见之处都充满了喜悦，喜悦在巴利文的原文里也有可爱的意思，所以佛系的反出生态度就是对世界没有执着，只是平静地看着世界，觉得世界真是可爱。佛教跟西方的反出生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西方的反出生主义说但愿不要出生，因为已经被生下来而感叹，代表这个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佛教说但愿不要出生时，这个愿望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佛教有来世的观念，有一套修行体系来实践反出生，只要照佛法修行就可能超脱轮回。所以否定出生不是否定这一世，而是否定未来的出生。这就导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为了能够否定出生，我们必须先肯定出生，因为佛教认为只有投胎到人间的生命才有机会修行达到涅槃，如果是投胎到地狱的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能够来到人间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只要你把握机会好好修行，就可能不用再轮回受苦。在西方思想里，你要么是肯定出生，要么是否定出生，这两个立场是对立的。但在佛教里，这两个对立的思想竟然可以包容在一起。回顾东西方古代的反出生思潮，我们就会发现希望宁可没出生其实是不分贵贱都会有的感叹，不是只有穷苦人鲁蛇才会反对出生。像伊底帕斯圣经的作者释迦牟尼，这些人都是古代的哲学家王室，就连这些人都会反对出生，代表反出生主义不只是底层人民的叹息。介绍完了东西方古代的反出生思潮，接着我们来介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反出生哲学家叔本华。叔本华吸收了古印度佛教的思想，写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大作。这本书启发了后世的许多反出生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每个个体在出生前都不存在，都只是无。出生等于是获得了生命的赠礼，从无变成有，但死后又会回归于无。所以人生就是从无中生有，最后又回归于无。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生命从无的状态产生出来？这股力量就被叔本华称作意志。跟过往的哲学家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意志不只局限于人类，万物都有一股主动力量让自己成长延续下去，像是动植物生长的力量、结晶的形成，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意志在推动。但是自然界的万物不论怎么发展，最终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宿命，所以生命就发展出了一个克服死亡的方式，就是生育，把自己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这样就能让存活的意志延续下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动物会有性欲，因为个体总有一天会死亡，为了让整个物种能够保存下去，生命的意志就驱使个体去产生性行为。所以意志其实不属于个体，而是属于整个物种。不是我拥有活下去的意志，我有性欲，而是活下去的意志拥有人类，性欲支配了人类。結果的に生命が残った理由は生命が増えるという性質を持っていたからだ。増えるために生命は姿形を変えてゆき、あらゆる環境に適応し、今日の我々に至る。つまり生きる目的とは増えることだ。人是被存活意志给玩弄的存在，每个个体都被性欲盲目驱使去繁殖，就像蚂蚁一样，某一只被踩死了也没关系，整个蚂蚁社群都会被意志驱使去完成这个物种的任务。但是叔本华说，人被性欲驱使产生性冲动时，虽然会带来短暂愉悦，
但在性高潮后，男人会感觉到一股哀伤、厌恶感，也就是进入圣人模式。叔本华认为，这就像人生的写照，重复的追求愉悦，最后却落得痛苦。人即便达成某个目标，又会再去追求更大的目标，追求时必然感觉痛苦。而且不管追求到多少成功，人最后都会死。就像一个泡泡，不管你吹得多大，最后都会破掉。所以叔本华说，一切生命的本质都是痛苦，这是存在本身的罪。既然如此，如果人类不曾存在，反而更好。不只是痛苦的个体不该存在，而是整个生命物种都不该存在。问题来了，我们这些已经被生下来的人该怎么办呢？叔本华说，要用人类的认识能力达到无意志的状态，也就是无欲无求，对万物漠不关心。当你对世间没有任何执着，就能从世间的痛苦中解脱，获得自由平静的喜悦。这样的人就像一面镜子，只是映照出世界的模样，而不受世界干扰。这种消除欲望、获得解脱的想法，就是从佛教、印度教获得的启发。像是印度的苦行僧戒除所有生存欲望，这在叔本华看来就是走向无意志的榜样。所以叔本华不只反对出生，还反对人的性欲。如果所有人都禁欲后，自然的结果就是世界上不会再有新生命诞生，人类最终就会慢慢走向灭绝。这听起来是非常悲观主义的哲学，但在叔本华看来，反而是人类对抗生存意志的一次胜利。I think the honorable thing for our species to do is deny our programming, stop reproducing, walk hand in hand into extinction. So, what's the point of getting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I tell myself I bear witness, but the real answer is that it's obviously my programming, and I lack the constitution for suicide. 不过，叔本华虽然支持绝育，但他并不支持自杀，因为自杀者对抗的是生命，而不是生存意志。自杀只是因为对生活条件不满，不是因为他真的反对活下去。换句话说，自杀的人其实渴望美好生活，只是生活不如意才自杀。但叔本华认为，应该断绝的就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因为会欲求好生活，代表是意志在背后操控人类。所以叔本华会跟想自杀的人说，你不是真的想结束生命，而是想结束痛苦。那其实不需要自杀，因为你的痛苦源自于你还有欲求，所以要消灭的是这个欲望，而不是消灭掉有欲望的人。现在我们要进到当代哲学，介绍当今知名的反出生主义哲学家 David Benatar。他的著作在台湾也有中译本，叫做《生而为人是何苦》。Benatar 的理论叫做诞生伤害论。他认为出生在世永远是伤害，跟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无关。如果有人认为活着是美好的事情，那代表他们搞错了，没有仔细思考过出生的问题。贝内塔先从一个前提出发，感到痛苦是坏事，感到幸福是好事。现在我们设想两种情境，当人存在时，必然会有痛苦，也有愉悦，也就是人生有好有坏。但如果一个人不曾出生，就没有痛苦，但也没有机会感受到幸福。但现在贝内塔说，没机会感受到幸福，并不是一件比较坏的事哦。可是被生下来感到痛苦，必然是一件坏事。这两者之间有不对称性。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罕见疾病的婴儿，把他生下来会让他一辈子受苦，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有伦理问题，把他生下来的父母要承担伦理责任。但如果是一个注定会幸福的婴儿，父母突然决定不生了，我们也不会觉得这父母很缺德。换句话说，痛苦的逻辑不能套用在幸福上。这就类似说，如果我们看到火星上有一个人，可以欣赏火星上的美景，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幸福哦。但如果火星上没有人，你也不会说这太缺德了吧，上面竟然没有人。同理可证，生命无法来到这世上体验幸福，并不是一件坏事。父母没有义务把小孩生下来，但如果生命来到世上会受苦，那就一定是坏事。父母有义务不该把小孩生下来，所以不出生比出生更好。既然如此，那不生小孩其实才更有正当性。反而是那些想生小孩的人，应该提出更多论证来合理化他们的行为。你想想看，在台湾生小孩的话，从小就要被教育制度摧残，每天都要担心被车撞，长大还要接受低薪。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还会想生小孩的人才是比较特别的吧？这些人应该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敢生小孩？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生小孩，你就告诉他贝内塔的诞生伤害论，反过来要他证明为什么他还敢生小孩。我们可以进一步挑战贝内塔的理论：被生下来后，虽然会体验到痛苦，但也能够体验到许多好事。但不被生下来的话，就什么都无法体验了。这样不是被生下来比较好吗？贝内塔说，不出生还是比出生更好。我们可以把人生想象成一块布料，每个人都可以在洁白的布上作画。你可以把自己的人生画得多彩多姿，但不管你把布画得多美，都无法胜过原本的纯洁无瑕。而且你一定会有很多地方画得不完美，这些污点就会毁了这幅画。既然出生总是比不出生更糟糕，贝内塔最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全人类都应该绝育，人类灭绝反而对人类更好。一般人听到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仇视人类的心态？但贝内塔反而是因为爱人类才建议大家别生育，因为人类是有痛苦知觉的生命体，每当一个新生命诞生，地球上就多一个人会感受到痛苦。如果人没有痛苦的知觉，那贝内塔就不会反对人类出生。贝内塔所梦想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能够感知痛苦的生命，所以其实不止人类要绝育，人还要帮动物节育。等动物都灭绝后，人类才能灭绝，否则就算人类灭绝了，世界上依然会有动物界的弱肉强食，依然会有动物感到痛苦。像贝内塔本人就是一个素食人士，拒绝让动物感觉痛苦。但就算人类动物都灭绝了，其实也不够哦，因为未来的细菌昆虫可能又会演化成有痛苦感受的物种，所以人类要发明一种监控系统，只要侦测到可以感受痛苦的物种演化出来了，就要及时消灭它们。因为是生命演化的力量让痛觉出现在世界上，所以贝内塔的反出生主义其实就是在跟生命演化的力量为敌。 In my opinion, the existence of life is a highly overrated phenomenon. Just look around you. Mars gets along perfectly well without so much as a microorganism. So tell me, how would all of this be greatly improved by an oil pipeline, by a shopping mall? 不过贝内塔虽然否定出生，但并不支持人们去自杀，因为他的理论前提是不要让生命感觉痛苦。自杀的话，不只会为自己带来伤害，更会让爱你的人痛苦。所以自杀其实会把更多痛苦带到世界上，比生小孩还更不道德。唯一的例外是重病的病人，可能已经生不如死，这时候让病人安乐死，反而会减少痛苦。我们可以用看电影来比喻贝内塔的诞生伤害论。人的出生就像是父母带你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电影开始后，你才发现这是一部烂片，你看得很痛苦，但父母都帮你买票让你进来了，你也只好把它看完。因为你如果看到一半离场，等于是抛弃了自己的父母。你能做的就是不要再拉别人来看这部烂片。对贝内塔来说，人生就是一场烂片，虽然很难看，但是我们不能中途离场。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让新生命进到这个世界。介绍完反对出生的哲学后，最后我们来介绍肯定出生的哲学。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就是尼采。尼采的哲学是对叔本华的批判，所以可以看成是肯定出生对上反对出生的哲学论战。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第一次谈到否定出生的话题。米达斯国王问侍从 Silenus， 人类最大的善是什么？侍从回答，人类最好的事就是不要出生，次好的事就是赶快去死。这是在古希腊时代盛行的反出生思潮，后来也出现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里。尼采反驳说，认为不存在比存在更好，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病态衰退，是一种虚无主义。尼采认为人出生在世是一种无辜的生成，宇宙本来就不断在生成，生命本来就会不断生育下一代。父母把你生下来，这里没有什么善恶的问题，就像水会自发的蒸发化为水蒸气一样，我们不能说这种生成是邪恶的。相反的，尼采提倡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尼采说，无论如何，绝不要希望一种与现实不同的方式存在，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永远都不要。也就是说，不要整天在那边想，要是没有被生下来就好了。这种反对出生的态度，
不过是在逃避现实，跟基督徒幻想死后的美好生活一样。尼采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来肯定此事的存在，叫做永恒回归。我们可以设想，时间的流逝没有尽头，是无限的，但是宇宙内的物质能量却是有限的。这代表所有可能存在的事件发生过后，宇宙必定会重演一次过去发生的事。换句话说，现在存在的状态以前早就发生过了，只是我们误以为这是第一次发生的。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时，如果心里肯定当下说正是如此，这就是我要的，对当下的肯定其实就是一种永恒的肯定。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宇宙早就发生过无数次了。你可能会反问，去设想自己做的事早就重复过无数次，那不是很无聊吗？应该是只能体验一次的人生才独特吧。尼采认为永恒回归不会让人生失去独特性，反而会因此更耀眼。因为当你在做行动时，你都必须想着这样的人生重复了无限次也没关系，那你一定会做出对你最有意义的行动。所以哲学家 Loewe 把尼采的永恒回归总结成，人们必须以一种渴望重复每一瞬间的方式去生活。尽管离家让我心碎，我想告诉你，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报税，开心一点。我愿意做的事，就是我愿意它会无限重复发生的事。接着尼采说，当你肯定一种欢乐时，你也同时肯定了所有痛苦。快乐跟痛苦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来到世界上后只想要世界上的快乐而排除所有痛苦，因为世上的事件都相互关联。例如你要出生下来，前提是你爸妈要相遇，然后你爸妈的爸妈也要相遇，一直往上追溯，可以追溯到汉人移民来台。这些移民背后都充满苦难的故事，像是日本殖民、2次世界大战、228事件。所以当你肯定自己的美好生活时，其实也同时肯定了祖先的苦难。换句话说，永恒回归不只有美好的事件再发生一次，而是所有人类史上的苦难都会再发生一次。反出生主义的人会反驳说，反对生小孩就是因为世界上太多苦难了，怎么可能还要人类受的苦难无限次重复？尼采会回应说，永恒回归背后有一个基础，叫做命运之爱，就是不管人生多悲惨，我们都要爱这个世界，渴望这个世界可以无数次的重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永恒回归存在，那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早就都发生过了，也就是一切都是命运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不会让我们感觉到无能为力，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有所安排，就像拼图的每一块碎片都不可或缺。尼采用命运之爱这个词，有点像是父母对小孩的爱一样。小孩出生会长怎样，会不会有罕见疾病，是命运决定的。父母不会因为小孩有缺陷就不爱自己的孩子，不会因此抱怨说，要是没生下这个小孩有多好。 So what? You're just gonna ignore everything else? You could be anything, anywhere. Why not go somewhere where your daughter is more than just this? 如果命运给我一个有缺陷的孩子，那我爱的就是这个有缺陷的孩子。这就像电影《异星入境》里的母亲，明明已经知道结果，可以看到未来小孩会因为疾病而死，还是愿意把小孩生下来，重复经历一次命运的安排。Despite knowing the journey and where it leads, I embrace it, and I welcome every moment of it. 这就是尼采的命运之爱跟永恒回归的意义。人生中有很多缺陷的时刻，如同被命运决定一般，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否定自己说，我宁可没被生下来等等。这种命运之爱不就有点像是听天由命，有种命定论的感觉吗？作者对尼采的诠释是，命运之爱比较像是接受过去发生的坏事，因为这些事发生背后都有必然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要去怪东怪西，不要对过去的错耿耿于怀，这样的人才可以去迎接新生活，面对世界。所以命运之爱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例如大家都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是回顾人类历史，
就是有许多战争。命运之爱就会要求我们去认可，这就是人类的昨日。但这不代表我们无法主动介入未来，人还是可以主动去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尼采跟叔本华、贝内塔的反出生思想截然不同。他们都认为，无论人生多快乐，都无法避开痛苦。痛苦是生命的本质，所以生小孩是不道德的，让生命受苦。但对尼采来说，痛苦根本不算什么，那不过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人生在世，只要有一个瞬间让自己感觉到活着真好，那一切的痛苦也就值得了。その日は風がぬるくて、ただ走ってるだけで気持ちよかった。枯葉がたくさん舞った。その時、僕はなぜかこう思った。ここで3人でかけっこをするために生まれてきたんじゃないか。这就像画家在画一幅画，就算人生中的99%都被画得乌漆抹黑，只要有1%的亮点，就可以让过往的99%都瞬间看起来不一样。所以尼采肯定所有人都应该去热爱生命里的黑暗，而不是像那些反出生主义的人一样，整天在抱怨要是没被生下来就好，我们不要再生育下一代了。这些言论在尼采看来都是弱者在逃避现实，不敢接受命运的挑战，没有领悟永恒回归的真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过去2000年来的反出生主义思潮，古希腊的伊底帕斯、旧约圣经的传道书、古印度的佛陀、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贝内塔的诞生伤害论，还有尼采的永恒回归跟命运之爱。古往今来，所有哲学家都在寻找活着的意义，试图回答肯定出生跟反对出生哪一个更好。直到今天，哲学家们依然没有一个终极答案。但是反出生主义在当今社会又开始备受讨论，反映出当今的社会存在太多苦难，大众已经开始思考生小孩是不是在伤害下一代，不婚不生可能才是更道德的选择。只要这个社会让人感觉难以生存，反出生主义的思潮就永远不会消失。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不要出生是不是比较好一本。本期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